才是有才情的那一个。凭什么你能当太子妃，我却要嫁给商户？前世父亲为了他的青云路，费心培养我和孪生妹妹。我以美貌闻名，求娶者踏破门槛。妹妹以才情出众，却最终落入尘埃。这一推断了姐妹情，也推醒了我的命。今日启蒙，楼央、楼一，你们二人，一人习画练武，一人读书策论，谁想走哪条路？父亲，一儿看到这些字就头疼。一儿想学打扮，想学跳舞。楼央，你呢？楼央愿舍红妆入书海，习经世致用之法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女子有此志向，楼家必出大才。姐姐，女子无才便是德，男人看的是相貌，才情好根本没有用，美色终会衰败，学识却可作锋芒。娄毅，你既然想当笼中雀，我成全你。可谁说辛辛苦苦念的书得的才，只能用在男人身上？今日抽查课业，你们二人听好了。娄家的前程全系在你们身上。娄一，你先背。爹爹，我不会背。原来娄一也重生了。陈文，爹爹别打妹妹。其实我也完全不会背。楼央，你呢？前世我为了陪娄一，谎称不会背，结果爹爹搬空了我房里所有的书，说我不必念书，只需靠美貌。说话！难道你也不会？回父亲，楼央不仅会背，且已背完前3章。好，好，燕儿，你背。娄一在向我道别，也在向他认为凄惨的前世告别。他以为避开了寒窗苦读，就能走向他心中通往权贵的坦途。夫子，还请再给学生一次机会。这一世，既然娄一抢先选择了那条美貌换富贵的死路，那我便走他上辈子走过的路。去，把二小姐院里所有的书都搬走。娄一既然没有念书的脑子，就得靠美貌，不看书才不会伤了眼。没了书墨气，那眼神便能生得灵动有光。姐姐，你真以为读书能读出个名堂？这一世你就去当那个累死的才女吧，太子妃的位置只能是我的。从这天起，我又多了2位夫子，也是从这天起，我再也没有饿过，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。
我汲取着这些前世从未接触过的知识，将其化为所有，充盈自身。放肆！为什么把灯都拿走？黑漆漆的，叫我怎么睡？二小姐息怒，老爷吩咐了，夜色一暗，您就得休息。只有睡得足，才能养神养肤，保护好这双眼睛。二小姐，您的分量已经够了。爹爹，一儿吃不饱，连大姐的1/3都不到。楼阳要读书，费脑子，自然要多吃。柳渊，告诉二小姐为什么要克扣她的饮食。二小姐，只有从小控制食量，才能养成巴掌大的细腰。这可是京城权贵们最爱的腰身。妹妹，前世我为了保持这细腰，受尽了饥饿之苦，这一世你便好好享受吧。一美一才，楼家的青云路稳了。姐姐，听说你现在连那些臭男人的策论都要学，不觉得累吗？不累，读书治学可比饿肚子养娇身有趣得多。孤寻遍京城，唯见姑娘一人，方知何为倾城。太子殿下厚爱，小女央儿能入东宫，是楼家的万分荣幸。央儿嫁太子，为我换权；一儿嫁皇商，为我换财。一个有权，一个有才，我楼家的青云路成了。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念书，却要嫁给低贱的商户？而你，只要靠着这副皮囊，就能轻轻松松的嫁给太子。冰冷的湖水，远没有蝼蚁的指责刺骨。我原以为我们同根而生，是这世上最懂彼此的人，可偏偏他恨我，恨到要我去死。柳渊，你轻点儿。二小姐，为了这弱柳扶风的姿态，您得受着。娄一，这一世我如你所愿，把轻松的美貌让给你，把辛苦的才情留给我。你要的太子妃之位，可没那么好做。姐姐，许久未见，你怎么成了这般模样？娄一在心中早已认定，像自己这样纤细灵动的容貌，才是世间唯一的顶级。
姐姐以后还是少吃些吧，腰这般粗，力气这般大，以后那些高门公子可看不上你。娄姨并不能理解，女子也可以不需要高门公子的欣赏。多说无益，既然我们选了不同的路，那便各走半边。姑娘好气度，这盏兔子灯是今晚的头彩，得连中3迷才成。前世我看不懂诗词，却实在喜欢这兔子灯。为了得到它，我只能靠着那些高门公子的虚荣，对着他们笑脸相迎。可这一世，我可以靠自己。我在专心猜灯谜、迎花灯，而娄姨正在寻找太子的踪迹。姐姐，你别在这儿磨蹭了，咱们去桥那边看看吧，那边热闹，说不定能遇上贵人。你要去便去，我再看2张题面。这个书呆子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。前世这时候他已经撞见太子了，现在他还在这儿猜这些破灯谜。若是错过了今晚，以我现在娄家的身份，怕是这辈子都难以再见太子。3迷全中，姑娘真乃大才。那是娄姨认为的唯一机会，却不知那也是深渊的入口。这么快就找到了，龙纹佩，看来这便是微服出访的太子了。前世太子声称对我一见钟情，实际上我当晚并没有见到他，嫁过去后只做了3天夫妻，便被害身亡。我与这位权倾天下的丈夫，其实并不相熟。小娘子再这般赢下去，在下只怕连摊子都要赔给你了。既是出来买卖，自是有赢有亏。等等，裴九川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这身淡蓝色长袍，这副相貌，竟是我前世嫁的太子裴九川。等等，如果太子在我面前，那娄姨身边那位又是谁？九公子，这位是我的姐姐娄央。姐姐，这位是我的救命恩人九公子。方才若不是九公子拉了怡儿一把，怡儿只怕要被这人群踩成肉饼。九公子，裴九川，裴氏皇姓，太子殿下既是微服出游，自然不会暴露真实姓名。难道这位戴面具的才是真正的太子殿下？可这个摊主又怎么会与我前世嫁的太子殿下长得一模一样？多谢九公子救了舍妹。娄姨放心了，她害怕太子如前世一样对我一见钟情。这位九公子表现得越冷漠，她就越得意。姐姐不去赏烟花，在这儿捅几盏破灯较什么劲儿？赢不了，给点银子，买下整个摊子就是了。若是买不下呢？这怎么可能？不过是些低贱的商人，本小姐光顾他的生意，那是对他天大的恩赐。这里的花灯，本小姐全买了。
前世我也试过花钱买下，可老板只准猜，不准买。无论给多少银两，他连眼皮都不抬一下。裴九川贵为太子，断不会缺这点钱。他藏在闹市摆摊，绝不是为了赚钱。几个草包也配在本小姐面前显摆？如果这位摊主真的是太子裴九川，那前世他对我一见钟情，是因为瞧见我对着一群草包谄媚献笑，转身又在背后骂人。所以，太子殿下到底是怎么对我一见钟情的？这位小娘子确实是买不了我的摊子，毕竟花灯已经全部被你姐姐赢走了。这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赢下所有的花灯？这是全京城最精致、灯谜也最刁钻的摊子，往年连高门才子都猜不出几个。娄一前世靠着猜赢6盏灯就博得了才女之名，如今见我全收，自然是急了。这些算我入股，咱们5-5分账如何？小娘子这是空手套白狼啊！就凭这狼有我9分功劳。这回买的下了？不要了，我才不要剩下的。一儿还是不打扰姐姐与朋友叙旧了。九公子，河岸那边的烟花要开始了，我们去那边赏烟花可好？阿九果然是太子身边的人，任谁能想到，真正的太子殿下竟然在这卖花灯。看来卖花灯确实是个幌子。你怎么上的？哎呀，真漂亮！这位公子是兵部侍郎之子，请娄大人过目啊！上元节一过，娄一第一美人的名声传遍京城，提亲的人快要踏破府门。反倒是我的才名，明明赢遍了花灯，却像被一堵无形的墙堵住了，半点没传出去。娄一没那个能力压下我的名声，既然不是他，那便只能是那位高高在上的父亲了。爹爹，是太子殿下让人来的吗？楼央见过父亲，见过公公。公公，小女都来齐了。咱家今日出宫采购，顺路帮着殿下捎个物件到府上。这公公可知殿下这是何意？爹爹，这定是太子殿下送给我的。太子殿下为何要送你荷包？定是上元节那晚，殿下瞧见一儿买东西花了不少银两，怕一儿回府挨爹爹责骂，这才特意命公公送银票来贴补一儿。哦吼，不多不少，就10两。礼轻情意重，这也是殿下的心意。娄二小姐误会了，殿下吩咐，这是给娄小姐的分账。这个荷包，或许是给我的。不可能，姐姐连太子的面都没见过，怎么可能是给你的？爹爹，
那日姐姐在灯会一直同一个卖花灯的低贱商贩相谈甚欢，还坑了伊儿与殿下不少银钱呢。伊儿那晚一直陪在太子殿下身边，这分账必定是给伊儿的。慎言！两位小姐家事，咱家不便参与。既然东西送到，咱家告退。楼央，你老实交代，那晚你见到的商贩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真如楼一所言，你坑了太子的钱？裴九川贵为太子，在上元节扮作商贩，定有秘密。若让父亲知道，以他钻营的性子，必会生出事端。妹妹，你从未见过太子，当晚九公子又戴着面具，你怎就这般断定他就是太子？九公子腰间挂着那枚龙纹佩，那可是宫中御赐的宝贝，这京城除了太子，还能是谁？太子微服私访，怎会挂着龙纹佩到处招摇？那分明是引诱你这种蠢货上钩的诱饵。爹爹，若是我认错了，那这特意送来的荷包和分账又怎么解释？除了殿下，谁会专门派东宫的公公来送东西？怡儿说的也有理，殿下许是怕你在外受了委屈。行了，这里没你事儿了，回你的墨香居去。罢了，左右不过10两银子。老爷，妾身一直想不通，两个孩子本就生得好，为何一定要让他们各擅其一？若是教他们才貌双全，岂不更好？你懂什么？我要的便是美人无才，才女无颜。才女若生得太好，心思便活了，未必听话；美人若太有才情，便会自视甚高，难以拿捏。只是不成想，怡儿竟能叫太子看上。这几日，劳烦你将怡儿带在身边，好好教导规矩和长家之术了。才女无颜，笼络不了夫君的心，便只能依靠娘家。美人无才，在这深宅大院里没个主见，也得全听父兄的。父亲这是想把我们都绑死在他的船上。按父亲原先的算盘，是想养个才女做高门正妻，稳固根基，再用绝色的女儿换个助力。可惜啊，娄姨的美貌竟先入了太子的眼，让他不得不临时抱佛脚。在这条船沉掉之前，我会先跳下去。李叔，这半年的账目清清楚楚，只是风雅斋生意越来越好，我并未出多少力，分这么多红利，受之有愧。小姐快别这么说，6年前若非小姐救命之恩，哪有我李某人的今天？更何况风雅斋那些新奇的经营点子，全是小姐出的，那是无价之宝。各取所需罢了。北边雪灾严重，流民已经开始往京城涌了。那群老狐狸不肯拨粮，人数是压不住。这是雪灾，辽民。隔壁应当是朝中的官爷，每次来都要4周清空的雅间。今日小姐来的突然，那间便没空出来。前世这场雪灾让不少高官落马，也成了太子收拢民心的转折点。李叔，一会儿送酒菜进去时，将此信一并呈给主位那人。小姐，这隔壁坐的怕是大人物，若是……不用担心，他们现在最缺的就是这封信里的东西。小姐，里面的人说要见写信之人。楼央见过各位大人。娄小姐，又见面了。殿下，许久未见。娄小姐聪慧。娄小姐，这封关于雪灾难民的信，真是你写的？
好，真是好法子。娄小姐，你应该猜得到老夫的身份，既然你献出此册，有何所求？尽管说出来，老夫定能满足你。楼央所求，只怕要殿下才能满足。这……他们以为我费尽心机，只是为了求一个进东宫的机会。楼央想求的是一个参加乡试的机会。可你是个女子，其后在位时早已开了女官制，科举也从未在明文上限制性别。既女子可以科举，那楼央为何不可？本宫允你。你是何时发现我的身份的？总不好说前世当了你的太子妃才知晓的。姐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这九公子裸露出的半张脸，果然和太子一模一样。九公子真的只是个幌子。妹妹又为何在这儿？我自是照着父亲的吩咐来陪贵人的。巧了，我这儿也有一位贵人。哪里来的穷秀才，也配用贵人二字？姐姐，在这位九公子面前提这种人，你也不怕辱没了九公子？娄姨显然没认出裴九川就是那天的卖花灯小贩。娄姨，当你知晓身边这尊大神才是真太子的那天，会是什么表情？住嘴！娄一小姐这一句穷书生，真是伤透了在下的心。小生寒窗苦读10年，若是因此番言语落了榜，少不得要去府上哭诉一番了。你别在这儿耍无赖！你考不中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要如何才肯罢休？20两补偿费。早知娄小姐的妹妹这般大方，方才便开口要200两了。殿下应该不缺这点钱。银子可不嫌多，别看这只有10两，够给城外的流民换上3天的粥了。殿下仁心，这20两，算楼央为那些流民献的。没想到殿下竟是这般性子。我也是人，或许正是做了这个殿下，才叫我这般厚脸皮。殿下，城东的粥棚支撑不了多久，光靠额楼一那20两只是杯水车薪，咱们得想个长久的法子筹钱。楼央，你这筹算之术，若是在户部，那群老顽固怕是要羞愧的撞墙。我不过是在为自己的乡试机会交投名状。哼，本宫说过允你，便定会允你。九公子，明日咱们去西郊赏梅可好？娄一陷得比前世还要深。既然你执意要把假货当真龙，我也没必要多管闲事。哼，这种门第也敢肖想我娄家的女儿？娄大人，这好歹也是个正五品的金官家。我要的是能撑起娄家青云路的人，没钱铺路，没权提鞋，通通给我滚出去！一儿吊住了太子，央儿握着才女名头，只要这局布得好，我娄家必能一步登天。
冬日已去，大地回春。春天到了，那些藏在雪底下的阿扎氏也该烂出来了。那些藏在雪底下的阿扎氏也该烂出来了。姐姐，你怎么穿的这般不伦不类？若是缺了衣裙，大可去我那儿借几件。待会儿圣旨到了，你可别丢了府上的脸面，连累我这个未来的太子妃呀。太子妃，她该不会以为今日这道圣旨是册封她的吧？看来全家除了我，都沉浸在娄一要当太子妃的幻梦里。圣旨到，娄家长女娄央上前接旨。娄央，怎么会是娄央？臣女娄央接旨。公公是不是搞错名字了？娄家有2个女儿。公公是不是搞错名字了？娄家有2个女儿。你是娄一吧？那就没搞错，圣旨上写的是娄央，没你什么事。公公辛苦，公公可否透个底？圣上为何突然下旨，让小女一个女儿家去参加乡试？咱家只是个跑腿的，圣意如海，咱家哪能揣测？请消请。娄央，你做了什么？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。娄一，我从未想过和你争。娄一，我从未想过和你争。为什么？我的册封没来，九公子明明答应过我的，不该是这样的。一儿，快来人，请大夫！大夫，小女到底怎么了？二小姐原先便体弱，再加上怀有3个月身孕，这一时气急攻心，才晕了过去。什么？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你再说一遍！确实是有血了。
逆女，说是谁的？是太子的。爹爹，女儿肚里的孩子是九公子的，是太子的。你确定？女儿怎么可能记错？九公子腰间的龙纹佩做不了假，孩子就是太子的。九公子腰间的龙纹佩做不了假，孩子就是太子的。还杵在这儿做什么？还不回墨香居做功课？若在乡试上丢了娄家的脸面，看我不打断你的腿！是，父亲。娄姨，你既然认定那是真龙种，我也省得向父亲解释圣旨的事儿了。这一世，我还是与妹妹走上了两条不一样的道路。二小姐，这都快4个月了，东宫那边还是半点动静都没有。东宫那边还是半点动静都没有。九公子定是公事繁忙，只要孩子生下来，由不得他们不认。爹爹，见到殿下了吗？他是不是要接我入宫？接你入宫？殿下说他根本不认识你，更别提你肚子里这个孩子。不可能，他明明跟我……娄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，我苦心经营多年，全毁在你身上了。喝了它，趁现在还能遮掩，赶紧处理干净。我不喝，我要生下这个孩子，不管殿下承不承认，这都是皇室血脉。老爷，怡儿若是没了孩子，这辈子就真完了。万一这真是太子的呢？娄姨失身，对父亲而言价值已减半，他在赌这个孩子真的是太子的。可惜这场赌局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输。父亲，您的青云路到头了。楼央，就算你侥幸过了乡试，又能怎么样？自然是准备会试，甚至是殿试。自然是准备会试，甚至是殿试。哼，你可真敢想！可进了殿试又怎样？当上状元又怎样？更别提你只是一个女子。爹爹是觉得我会走上您的老路。父亲在朝中受世家打压，孤立无援。若是女儿连中3元，便能传播出父亲的名声。到时，父亲大可趁机收拢那些有天赋的寒门学子。只要朝中您的门客越来越多，从今日起，每天我会留给你2个时辰。是，父亲。都警醒着点儿，对外只说我身子不好，二小姐纯孝，去寺里为我祈福1年，不见外客。二小姐纯孝，去寺里为我祈福1年，不见外客。怡儿，你可千万要争气，这肚子里的必须得是太子的。
考完9天还没倒下，这女子倒是命硬。命硬有何用？科举考的是圣贤书，又不是绣花针，等着放榜看笑话吧。报喜，大小姐，报喜的人到门口了。去分给报喜的人。楼央第1名，这不可能！这楼家大小姐竟成了大启朝史上第1位女解元，这楼家大小姐竟成了大启朝史上第1位女解元。哈哈哈哈！央儿，好啊！今日在朝中，连那几个老顽固都来向我道喜，说我楼家出了个读书的料。这一篇策论写得尚可，但破题还需更稳。来，这2个时辰，为父给你讲讲会试的规矩。是，父亲。殿下今年也来卖花灯吗？今年在等人。难道这一世裴九川也对我有了情意？可我已经走上了科举之路，此生绝不想再困于宅院后方。裴九川，你的情我注定不能接。那今年楼央就不耽误殿下赚钱了。我送楼小姐回府。殿下无需如此，楼央认得路。怎么，楼小姐此前为本宫献计安置流民，也算得上本宫的门客。往而本宫与那些文官商谈，也会将人送回府。楼小姐这就要推辞，那便有劳殿下了。春闱在即，不知楼小姐的课业准备得如何了？多谢殿下挂心，父亲每日督促，不敢懈怠。这样也好，如同友人般相处，倒叫我自在了不少。阿九，楼小姐应当见过他，他是本宫身边一个不成器的暗卫，排行第9。所以，楼姨肚子里那个所谓的皇室血脉是暗卫的，身为暗卫，管不住自己，犯了错，本宫念旧情，将他逐出府了。殿下，求殿下再给阿九一次机会，让阿九留下，哪怕是死，阿九也想死在暗卫营里。就连我也知晓，暗卫的规矩只有生或死，从没有逐出府这个选项。太子心善给了你体面，但你自己已经弄丢了最后的机会。你走吧，去见楼姨最后一面。不必声张，楼大人请起。本宫今日不过是送个人回府。前阵子楼大人曾询问本宫是否认识令爱，本宫记得大人家中有2位楼小姐，是吗？是，臣家中确实有一对双生女。既然是双生，那怎么不见另一位楼小姐？小女稍后便到，快去请2小姐。殿下，你终于肯见伊儿了，伊儿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们的孩子不管的。住嘴！逆女，快给我松开！爹爹，殿下来接我了。殿下终于要接我和孩子回宫了。
臣教女无方，污了殿下的名声，请殿下恕罪，臣万死难辞其咎。你个穷书生怎么会在这儿？得了娄小姐关照，特来还恩情。阿九，殿下，你喊他什么？臣是殿下身边的暗卫，排行第9，因身形与殿下相似，才得了青睐。殿下出巡，便由我带着龙文佩走明路，挡住各方眼线。这不可能！你们骗我，一定是你们在骗我！对，楼阳，肯定是你在骗我！你嫉妒我要当太子妃了，你勾结他们来骗我，对不对？来人，把这个疯子带下去！娄大人，就让他们见上最后一面吧。是，小女疯癫，多有冒犯，还请殿下见谅。别碰我！你这般身份下贱之人，怎么可能跟我有关系？骗子，都是骗子！我要去见太子，我要去见真的太子！娄大人，令爱如此状况，今后您还是安心留在家中管教吧。至于朝堂上的差事，自有他人接手。这剩下的是娄家家事，本宫便不再叨扰了。臣谢过殿下大人。没了，全没了！我的状元及第，我的宰辅之梦。怎么没有重来？我明明是要当太子妃的。前世淹死在湖底，这一世，我要在那金殿之上，看尽长安花。好，破题辛辣，论账缜密。央儿，你这篇策论若不能夺归，天理难容。不出意外，剩下的就看殿试了。多谢父亲教导，父亲没了官身，反倒看得通透了，收了几个天赋极佳的寒门弟子，不再算计青云路，开始专心教导学业。这才是娄家该有的样子。姐姐也重生了吧？看我闹了这么大的笑话，是不是觉得特别好看？我提醒过你，那不是太子，是你自己抢先选了美貌，抢先选了认为的捷径，是你自己抢先选了美貌，抢先选了认为的捷径。是啊，无论怎么选，赢家总是你。可是凭什么，娄妖，我们明明是双生姐妹，凭什么你就能比我过得好？无论前世还是重来一世，选择都不会改变本质。妹妹，我们虽为双生，但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。你依然是你，我依然是我。下一世，我再也不要跟你做姐妹，再也不要。好，来世确实不要再做姐妹了。双生并蒂，本应互为枝叶，却不想闹到这番田地。娄一，你的恨留在这方寸院落，我的路在万里江山。
春闱放榜，榜首会员楼府楼央。一介女子竟然压在众学子头上，成何体统？皇上，自古以来从未有女子入仕之先例，若点女子为状元，怕是会动摇国本，天下文人必不服啊！请皇上三思。不服，尔等口口声声说动摇国本，本宫倒想问问，北境雪灾尔等束手无策时，是谁献策解围？是你们这群只会引经据典的文人，还是殿下跪着的人？可她毕竟是女子，才华不分男女，治国不问阴阳。楼阳3场考卷皆为上上之选，若因性别弃才，才是大启朝之耻。若因性别弃才，才是大启朝之耻。父皇，大启要的是能臣，不是循规蹈矩的庸才。才冠古今者，不论男女，朕意已决。钦点楼阳为本届状元。臣楼央领旨谢恩。自我高中状元，不少人家开始准许女子启蒙，在朝廷扶持下，各地女校如雨后春笋，女官制终于在大启站稳了脚跟。女官制终于在大启站稳了脚跟。楼大人，今日这道关于女官入选吏部的折子，本宫觉得很好。殿下谬赞，臣不过是顺势而为。楼氏女楼央，经世致用，辅助朝政有功，勋德卓越。钦点楼央为大启朝第1任女相，统领百官。恭贺女相，愿女相护我大启盛世长青。臣楼央定不负圣恩，不负天下万千学子。状元，我是太子妃，我是太子妃。姐姐快来看，我的凤凰袍！女相听旨，爱卿辅佐本朝，开创女学，立万世之基。自今日起，兼任中宫皇后，与朕共治江山。陛下，朝务处理完了。折子哪有朕的小太子重要？央儿，名字朕已经拟好了，册封太子的诏书明日便发。大名自然是陛下定的，那小名呢？就叫20两。老师，这野史里说太子小名20两，可是真的？哈哈，真假何须辩？唯见那盛世红妆，确实值这万两江山。